上一世我被他无辜的表象欺骗，对他们母女极好，直到我与萧燕大婚后第3日，继妹江慈月出现在萧燕床上，哭着说姐姐原谅我吧，我才看清她的真面目。我抓着被子冷眼看他们做戏，江慈月目光与我相撞，一瞬间竟像被吓到了一般，心虚的退到了继母身边。与此同时，又一人走了进来，带入一阵凉风，是我爹。我都说了阿渊没事，看你们2个急成什么样了，一路上催个不停，马车都跑坏了。母亲儿回来了。祖母点了点头，对他有些不满，但终究没有责怪。江慈月看了看我，眼风一转，张开嘴想要说什么。跳下城楼后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太子受伤那天。太子将我推进污水坑，满目验憎。别碰姑，你让姑觉得恶心。上一世，我将受伤的萧燕背出荒野，得到皇上赐婚，成了太子妃。不料我爱她如命，她却厌我入骨。大婚第3日，便纳了侧妃来恶心我。后来国破家亡，她丢下我，带着侧妃出逃。我到那时才终于明白，她的心是捂不热的。但一切都晚了，我只能含恨跳了城楼。这一世，我看着身受重伤却把我推开，不许我靠近的萧燕，冷冷地笑了。那你就在这儿等死吧。太子抬眼瞪我，看见我满是恨意的眼神，身子一僵，仿佛被震慑到了一般。江风渊，你这么看着姑做什么？若非你硬要凑上来，姑也不会推你。他咬牙说着，语气里却分明藏着心虚。上一世马球赛上突然冒出刺客，他被追杀到山崖下，一身是伤。是我找到了他，即便被他厌恶，却还是固执的要救他。为了背他逃出去，我双手都磨破了。后来与他成婚，他却数次嫌弃我手上的疤痕难看，还说侧妃肤如凝脂，手如柔荑，比我强了不知千百倍。这一世，我再也不会犯蠢了。既然殿下厌恶民女，那民女就不碍殿下的眼了。萧燕，你瞧，不是我不肯救你，是你自己不想活了。我一甩头发，潇洒转身。你去哪儿？自然是离殿下远远的，免得惹您恶心。哦，对了，殿下声音放低一些，当心刺客还在附近。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救他，他偏要推开我，我要走了，他才明白过来，我若真不管，他可能会死。有些人就是贱得慌。他一着急撞到了伤处，疼得直撕气。江风渊，你回来了。我不再管他，拔腿跑了。萧燕，你就在此处自生自灭吧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与你有半点牵扯了。循着前世的记忆，我避开会出现刺客的地方，穿山越岭，抵达了回京的官道。衣服已经全部被勾破，2只鞋也不知丢在了什么地方。我蓬头垢面，拦住了迎面而来的一架马车。这马车瞧着朴素至极，车头也只坐着一个马夫，一个老仆而已，大约是个小门小户，清寒人家。老伯能不能带我一程？这须得问过我家公子才行。那马车里头坐的大概就是他家公子了。我张望着，朝里面喊：公子，小女子与家人走丢了，荒山野岭的，一个人回不去，公子可否带我一程？几息的静默后，我为何要带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子？我不是来路不明的女子，我是京城平安侯的嫡孙女，你救了我，平安侯会重金酬谢的。车内人低低嗤笑一声。我听闻京城很是在意男女大防，你我同车，岂不是会污了你的名声？看来他们从是外地来的，怪不得，路途遥远，这马车走破了。不打紧，你把我娶了不就好了？天要黑了，他若不肯带我，我靠自己是走不回去的。我双手一用力，直接爬了上去。老仆拦不住我，眼睁睁看我钻了进去。车帘一掀，一张俊美冷冽的脸映入眼帘。怪了，这小门小户的公子，衣装打扮看着简单洁净，可看仪态风度竟贵气逼人，狭长深邃的眼眸里，仿佛呼啸着朔北寒风一般，让人不敢逼视。孤男寡女同处一车，让人看见了，你不怕被人嚼舌根？我怔了一瞬，笑着在他对面坐下。那你我不如即刻定亲，旁人就无话可说了。公子你仪表堂堂，小女子生的也不错，天作之合，谁也不亏。他眼风扫过我脏兮兮的脸，蓦然一笑。笑什么？洗干净了是好看的。我抬手打理乱发，膝盖上突然被丢了一张洁白的绢帕，未及道谢，这人却已移开眼神，淡声道：你家在何处？同福伯说一声就是。看他这样，是不想理我了。这人真有意思。我捡起帕子擦了擦脸，撩开车帘，将我家的位置跟老仆说了，才要继续跟他攀谈，却见他目光一凛，手一挥，车帘便破了个洞，外面传来什么打岔的声音：公子死了。走吧，不用管，会有人来收尸的。死了？什么死了？我一脸茫然，伸手掀帘看，却听见他淡声阻止：最好别看。大概是觉得我会害怕，可我已经看见了，是个黑衣人，额上被插了一枚飞镖，已经不动了。小场面，想来是追过来的一个刺客。我看了看闭目养神的某人，心下腹诽，这人真是厉害，我若跟了他，说不定能保我小命。我放下帘子，不由得正襟危坐起来。天黑之前，马车入了京城，停在了我家门口，还请公子告知姓名。小女子来日好登门道谢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回去吧，真没劲，看来这亲事是结不成了。那你在此处等着，先别走，我一会儿出来找你。我嘱咐他2句，才提裙跳下车。门口的小厮瞧见我一怔，
辨认了片刻，大小姐回来了，大小姐回来了。很快，府里冲出来一大群丫鬟仆人，抱着被子将我裹了进去。奶娘泣不成声，一面护着我往里走，一边喊道：“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，老夫人都要急死了。老夫人，大小姐回来了。”阿渊，前方传来一声沙哑的呼喊：“江府老夫人！”我的祖母满脸泪痕，颤颤巍巍地向我奔来。我从未见过她哭。祖母如今瞧着只是平平无奇的老妇，可年轻时却杀过敌，救过灾，是先帝亲封的女侯爵。她是我见过的最刚强的女人。我一直以为她不爱我，上一世我嫌她管我太严，以为她只喜欢她的外孙女，不疼我，便与她离了心。后来她又极力反对我与萧燕接触，让我嫁给一个穷书生。我以为她在害我，直接与她反目成仇。直到跳城楼前，我才知道，当年的穷书生已经成了重臣，而萧燕根本不值得我托付终身。我望着白发苍苍的祖母，一时间百感交集。她怎么会不爱我呢？上辈子我一定是瞎了眼，才会误会她。祖母，我扑通跪在她面前，泣不成声。阿渊错了，祖母，阿渊不该不听祖母的话。祖母一愣，又惊又喜地将我揽进怀里，苍老的双目噙着泪，不敢相信地问我：“阿渊，你叫我什么？”祖母，祖母。我抽泣着，紧紧抱住她。上一世我与她不和，从及笄之后便只叫她老夫人，再也没叫过一声祖母。我也没想到今日这一声祖母竟会让她高兴成这样。好，阿渊回来了就好，阿渊没事就好。祖母太高兴了。年迈的躯体分明在颤抖，双臂用力道，似乎想把我融进身体。对了，祖母，我还没答谢救我回来的人呢。我擦擦脸，急忙牵着祖母进屋，从床头取出了一匣黄金。然而跑到门口时，只看见外头空空荡荡，了无痕迹，那人早就走了。马车入城前，我就看见了上一世入山林寻找太子的羽林军。回去后，我估摸着太子大概是被救回去了，他没死，怕是要找我算账。一合计，我眼一闭，倒在祖母的怀里，假装晕了过去。郎中来看时，我还迷迷糊糊地喊着：“快去救太子，救太子！”3日后，刺客落网，萧燕果然派了人来问责。我一脸憔悴，温吞吞地解释：“是太子殿下赶我走的。”我出来之后，原想着立刻求救，岂知我身子不中用，竟晕了过去。我对不住太子殿下。来人还想说什么，我祖母握着蟒头杖往地上一杵，惊得那几人连退3步。我家阿渊已经病成这样了，他梦里都在喊着救太子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她一个弱女子，就算不跑又能做什么？难不成要她赔上性命，你们才高兴？老夫人，我们也是奉了谁的命，便让谁自己来说。告靠退，东宫那几个人怕了，一溜烟的跑了。不怪我祖母豪横，她的侄女就是当今皇后，她自己又是先帝亲封的女侯爵，就是皇上皇后在她面前也要礼让3分的。阿渊不怕，有祖母在，谁也不敢欺负你。她摸摸我的头，瞧着我，目光慈爱。大概也只有在病中才能见到她这么温柔的样子吧。平日里她的管教手段严苛无情，有半点失礼就要打手心的。其实这才是为了我好。她若真不疼我，是懒得管我的。上一世我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有点心酸，抱着她的手臂浅媚。门口突然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，随后一红一绿2个女人便踏了进来。阿渊，菩萨保佑，你平安回来了。我不必抬眼，便知是我继母和继妹那2个讨厌鬼，她们应该是去探亲回来了。姐姐没事就太好了。继妹捏帕子擦了擦红彤彤的双眼，一副对我极其关切的样子。上一世我被她无辜的表象欺骗，对她们母女极好。直到我与萧燕大婚后第3日，继妹江慈月出现在萧燕床上，哭着说：“姐姐原谅我吧。”我才看清她的真面目。我抓着被子冷眼看他们做戏，江慈月目光与我相撞，一瞬间竟像被吓到了一般，心虚地退到了继母身边。与此同时，又一人走了进来，带入一阵凉风，是我爹。我都说了，阿渊没事，看你们2个急成什么样了，一路上催个不停，马车都跑坏了。母亲儿回来了。祖母点了点头，对她有些不满，但终究没有责怪。江慈月看了看我，眼风一转，张开嘴想要说什么。我已经猜到了，上一世她在我爹面前装的乖巧至极，又总和继母一起言语挑拨，惹我与我爹对抗，导致我在我爹眼里成了个不知礼数、不忠不孝的顽劣女子，而她则被我衬成了懂事的让人心疼的乖乖女，夺尽了父亲的宠爱。今日我再不会容忍她故技重施，小人得逞了。阿渊拜见爹爹。我抢在江慈月开口之前捂嘴咳了2下，柔柔弱弱的爬起来给我爹见礼。好了，阿渊，大病中就不讲这些礼数了，快躺好吧。阿渊，躺着吧，病了一场，你倒乖巧多了。我红了眼，伸手抓住我爹的袖子，轻声道：“阿渊惊了这一回，才知从前被爹爹保护的有多好。爹爹，阿渊错了，再也不任性妄为，再也不忍您生气了。”我爹一愣，眉眼柔和了许多，
许久未曾在他眼中见过的慈爱重新回来了。不管以前有过多少误会，我终究是他的亲生女儿，血浓于水，他不会一直生我的气的。我爹眼神心疼，你这丫头，爹爹没生过你的气，只要你能记着教训，以后不要再任性，爹爹就放心了。江慈月在一旁看着，满脸讶异，他怎么会想到那个叛逆至极，天天跟爹爹吵架的江风渊会突然转了性。继母偷偷伸手戳了戳江慈月，江慈月惊醒，随后急忙跑到床沿边坐下，挤了2滴眼泪，恳恳切切道：姐姐没事，真的太好了，我和阿娘在听到消息后连夜去庙里烧了香，真是菩萨保佑了。笑死，我费老大力气逃出来，倒成了他的功劳了。我爹闻言扭头看着他，欣慰的笑了。慈月也是个好孩子，这几日挂念着姐姐，吃不下睡不着的，也辛苦了。过2日你母亲就要入族谱进行祭祀了，有许多事要忙，你就不要再劳累，回去好好休息着吧。哦对，继母和我爹已成婚大半年，却还没入族谱呢。记得上一世在祭祀仪式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串鞭炮突然在我耳旁炸响，害我惊叫，在族人面前失仪，被人骂不知礼数，被我爹嫌丢脸，冷落了许久。而和我站在一起的江慈月却泰然自若，处变不惊，让众人夸赞了好些日子。那时候我以为只是一个意外，如今想来，一切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我眼下心思继续装乖乖女，夜里则叫了贴身丫鬟，好好盯着江慈月母女。丫鬟叫花听梅，是我祖母一手培养出来的，聪明机警，没有什么能逃过她的眼睛。上一世我当她是祖母派来监视我的人，对她非常冷淡，出门也不会带她。今晚还是我第一次好好跟她说话。小姐，总觉得你好像哪里变了。听梅出门前小心翼翼地说了这么一句。那你说说我哪里变了？我也说不明白，总之肯定是变好了啊，没有说你以前不好的意思。他挠头，他捂嘴，急忙跑了。当然变了，亲历了一回死亡的感觉，我再也不是当初那个不谙世事的大小姐了。这一世所有亏我的、欠我的、害我的，都别想有好下场。我果然没有想错，第2天听梅就打听到了消息，江慈月和继母果然想害我。祭祀日那天，我被人搀扶着到了祠堂，因为是小辈，我和江慈月都站在最后面。仪式的最后就是放鞭炮、敲锣鼓。族长念完最后一段祝词后，我余光看见江慈月背后的手动了动，嘴角挂上了一抹笑，我也笑了，捂嘴咳了一声，噼里啪啦几声巨响，随即而来的还有继母的尖叫声。江慈月一惊，愕然地望向堂内，一串鞭炮不知为何在继母的裙下炸开，火星子烧坏了她的裙子，还炸花了她的脸。哎呀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一脸担忧，挤在江慈月前面，跑到了继母面前。鞭炮已经炸完了，她狼狈不堪，打翻了几个牌位，正坐在地上哭着。母亲，你快起来，擦擦脸，在祖宗面前如此失仪，可如何了得？我掏出手帕，急忙去给继母擦脸。周围的族人逐渐没了好脸色。江于是，你赶紧起来，这像什么话？我爹也急忙来扶他，一边斥问道：这鞭炮怎么丢进来的？是姐姐。江慈月淌着泪，愤慨地指着我。方才姐姐咳了一声，跟人使了个眼色，鞭炮就突然炸了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看向我。这丫头真是慌不择路了，我猛地咳嗽起来，咳。慈月，你好没道理，我病重缠身，日日夜夜地咳，所有人都知道的。方才我也只是忍不住罢了，生病又不是我的错。至于你说的什么使眼色，那是绝对没有的事啊。我爹蹙眉朝外喊道：那放鞭炮的小子在哪？来了。几个男人揪着一个少年过来了。少年看见我爹，急急求饶：叔伯，这鞭炮不是我扔的，我方才是要在院子里点的，谁知被闯进来的小叫花子抢了去，酿成了大祸。他说着指向门外，一个比他小些的孩子正躲在门后，笑嘻嘻地看着里头，发现大家在看他，急忙跑了。有人小声道：恶作剧吧，谁家的小孩太调皮了，大人也不管。我爹看了看江慈月，板起了脸：你是怎么回事？无凭无据的就在众人面前污蔑你姐姐。江慈月脸色一白：爹，我还不快从你娘起来，是嫌不够丢人吗？我爹愤然拉起江于氏跟族长道过歉，完成了最后的仪式，黑着脸带我们回了家。他亲自送我回了房间，嘱咐我好好养病。而江慈月自回来之后，我爹看他的眼神都隐着几分不喜。夜里听梅给白天的2个小孩拿了赏钱，回来以后笑得十分解气，太爽了。小姐，江于氏母女还想害咱们，叫他们偷鸡不成反蚀把米。他才说完，门口就传来了祖母的声音：叫谁偷鸡不成反蚀把米？我和听梅一惊，双双跪了下去。祖母杵着蟒头杖，愤然地站定：阿渊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祖母一定知道我做的事了，她一生嫉恶如仇，最见不得这些阿杂手段，我就是辩解也没有用的。于是我干脆摊开双手捧了上去。祖母，阿渊错了，您打我吧。你可知你错在哪里？错在不该耍不干净的手段对付人。话音刚落，祖母便拿起藤条啪地抽了我一下。她生气极了，胸膛一起一伏的：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
做这种事，若是让人知道了，别人会怎么说你？咱们江家的脸面又该往哪儿搁？脸面，又是脸面。上一世，我为了江家的脸面，装了一辈子贤良大度，做了一辈子缩头乌龟，憋屈死了。可心中有气，我却不敢表露。祖母也是为我好，这辈子我不能再气她了。是阿渊知错了，我垂下脑袋，乖乖认错。看来是时候给你说亲，磨一磨你的心性了，免得你再闯出祸来。祖母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好好在家反省着，过些日子，梁城林家的小子要进京来，是个好孩子。等他来了，你和他见一面，相看相看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上一世我打死不肯见的那个林家哥哥，后来却成了重臣，被派到外地为官。京城被攻破后，也没有殃及他。这一世我若真的嫁他，说不定可以早早带着家人离开京城。将来就算蛮族破城，我们一家也能平安。”我点点头，乖乖应下。是阿渊知道了。祖母愣了愣，大概是没想到我这么听话。你没有诓祖母吧？你心里可还念着太子？我不禁轻笑一声。阿渊若还念着太子，那天就不会丢下他一个人跑了。良久，祖母点了点头。那便好。你手疼不疼？我笑着摇头，不疼了。祖母打得不重，就该打重一些。你呀，别再惹事了。江于氏那边，祖母会去敲打的，好吗？祖母嗔怪地瞪我一眼，又训了听没几句，才回了自己屋去。我被祖母关在家里思过，哪儿也不许去。直到10天后，皇后要召见我，说是想传我进宫去说说话。当今皇后是祖母的侄女，她一直想让我嫁给萧燕。萧燕并非她亲生，虽自幼养在她名下，却跟她不大亲近，甚至有些反感她。我想，这大概也是萧燕讨厌我的主要原因。她不愿意被皇后安排。临走前，祖母塞给我一盒糕点。阿渊，太子这几日也在宫里，你顺便去看看他。上次你丢下他跑了，总归是不道义，你给他赔个罪，免得他记恨你。我打开盒子一闻，差点相死。萧燕也配。以前我每次进宫都会给他带亲手做的糕点，他转头就扔了。现在他就是跪下求我，也别想吃到我家的东西。去京城的路上，我和听梅2个人把祖母做的糕点吃了个干干净净，然后在街边买了最便宜的粗粮饼子，放在了食盒里。入了坤宁宫，拜见了皇后。她仍像往日一样拉着我说话，言谈间频频试探我还喜不喜欢萧燕。上一世我救了萧燕，她便顺水推舟求皇上赐了婚。这一世我丢下萧燕跑了，满城皆知，搞得她现在有点难办。我假装听不懂她的暗示，一直装傻充愣。终于她问不下去了，便把我支出去，让我找萧燕去说说话。我提着食盒出去，在御花园等萧燕。小太监去叫她的时候，我就站在树下，被风吹得直打嗝。地上围了几只雀子，蹦来蹦去的，不知道在啄什么。脚步声响起，我的余光瞥见了萧燕。她身量高大，穿着一件很衬她的黑色锦袍，冷峻异常，狗气逼人。伤好的倒是很快。我提了提食盒，欲要转身叫她的时候，突然改了主意，气定神闲地打开盖子。你怎么又带这种？萧燕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已经取出一块糕点捏碎，撒给那一地的雀子了。给鸟吃也不给你吃。她哽住了，伸到一半的手尴尬地攥成拳，收了回去。以前她也不喜欢我带的东西，但碍于面子都会接过去，只是最后都会扔掉罢了。这回让她吃了个瘪，我心里莫名畅快。我不敢笑，假装才看见她似的，将食盒放在地上，请了个安，臣女见过殿下。她回了一声，又摆出那副冷冷淡淡、趾高气扬的模样。江风渊，看在你主动来认错的份上，上次你丢下姑跑了的事，姑就不与你计较了。谁说我是来认错的？我拍了拍手上糕点的残渣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上次是您赶我走的，我走以后也在努力找人去救您，我何错之有？萧燕一梗，脸青了青。她本以为我是来认错的，却被我打了脸，心里自然膈应的要死。那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娘娘叫我来的呀。我叹了口气道：娘娘的话推辞不得。殿下，我就敞开说了吧，娘娘一直想让我嫁给您。前几年我为了哄娘娘开心，一直围着您转，可如今我想为自己活了，我不想在您身上浪费时间了。萧燕瞳孔缩了缩，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脸青一阵白一阵的，好看极了。浪费时间？她气结，缓了半天，没好气的说道：好好的很，希望你坚持到底，以后再也别出现在宫面前。遵命。我欢喜的扶了扶身，高高兴兴的走了。走了没多久，才想起来食盒忘了拿，便又回身去取食盒。转角处，忽听见萧燕身边的太监问道：殿下，那江小姐往日都是死皮赖脸往您身边凑的，今儿怎地这般反常，竟像换了个人似的？难不成以前真的都是装的，在议论我？我探出半个脑袋偷瞧过去，却见萧燕面色难看，捏紧了拳头，冷笑道：不过是女儿家的小把戏罢了，用这种方式吸引姑的注意。呵，你瞧着吧。姑偏不理他，倒看他能装到几时。瞧着不像啊，若真是想吸引您，上次就不会丢下您跑了。殿下，会不会是您自作多情了？好不怕死的太监，我好喜欢。我抬脚走了过去，头上的步摇晃得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的响。我扭啊扭地往前走，
哎呀，食盒忘记拿了。萧燕扭头看见我，一张俊脸瞬间红了。她看了一眼地上的食盒，尴尬的往后退了一步。你怎么丢三落四的？声音很大，气势不足，背后议论被人刺破，脸皮再厚也会难堪。那太监偷瞧了一眼萧燕，也红着脸，不好意思的扭过头去了。我捡起食盒，欲走，又回头睁着好奇的眼睛问萧燕：方才无意间听见殿下说装什么？没听清，装什么呀？殿下。萧燕僵了一下，脑瓜难得转不过来，不知道该如何措辞。笑死！我看了看手上的食盒，道：啊，我明白了，殿下定是看上这食盒，想用来装东西吧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家多的是。给！也不等他反应，硬塞进了他手里。萧燕接了过去，脸红得像猴屁股。我扶了扶身，扭着腰回去了。走远了，眼角的余光看见萧燕拎起食盒，气恼地砸在了小太监屁股上。回家之后，我没再出过门，专心等林家哥哥来。同时也在想办法让我们一家搬出京城。上一世，边关大开，蛮族直抵京城，满城里没多少活下来的。以我的微薄之力，自然不可能抵御得了蛮族，改变国破的结局。唯一能想到的法子，就是劝家人搬走。林家哥哥当官后就被外派了，嫁给他，或许可免此灾。等了几日，在他来京之前，有人牵头在京郊春游放纸鸢。我本不想去的，但姜慈月要去。记得上一世，他就是在纸鸢赛上大放异彩，跟萧燕勾搭上的。这辈子我虽然不稀罕萧燕了，可姜慈月也别想得逞。他做侧妃后是如何恶心我的，我可都记着呢。我让听梅盯着姜慈月，当夜听梅就告诉我，姜慈月果然在院里做纸鸢呢。他自打成了我姜家人，便一直削尖了脑袋结交京城女眷，所以他的消息来得比我还早。很漂亮的纸鸢已经做了一半了，不过他做的时候嘴里还不干不净的跟他娘骂您呢。小姐，要不要我偷偷给他烧了？别让他做完，现在烧了有什么意思？让他离目标近的伸手可摘，再一手断了他的路才有意思呢。我没去打扰姜慈月，挨了3日，春游那天才在他之后乘马车跟着他出去。抵达木兰湖后，姜慈月跳下马车，跑去跟他结交的小姐们打招呼了。听梅趁机钻进他的马车，将他装纸鸢的箱子偷了出来。果然漂亮，姜慈月是用了心的。上一世我没有参加这个集会，不知道他做的什么，这回真是开了眼了。只可惜目的不纯，再漂亮的纸鸢也让人作呕。听梅来，咱们撕着玩。好可惜啊，小姐，咱们这样是不是有点坏了？京中各家小姐都说我姜凤渊身为长姐，欺凌继妹，刻薄善妒，是个恶女，你不知道吗？姜慈月在外如此污蔑我，既然辩不白了，那就坏得彻底，坏得心安理得。来撕，这么漂亮的东西，撕了做什么？我手一顿，惊喜地转过头去，果然是那人。好久不见，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他。他这回穿着一身黑色织金虎纹袍，衬得他更俊朗尊贵了。上回见他家的马车破烂，还以为他出身寒门，如今看来，竟是我看入眼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这东西似乎不是你的。他一问，我才想起来，我是来撕纸鸢的。再不撕，一会儿姜慈月该回来了。于是我一用力，哗啦撕烂了，不解气又扔在地上踩得粉碎。的确不是我的。我擦擦手，问他，你不会说出去吧？他没说话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不过我毕竟是你的未婚妻，你可别说出去。你什么时候成了我未婚妻了？从我进你马车开始。怎么，你不喜欢？他默了一息，反问道：江小姐这样明媚爽朗的女子，谁不喜欢呢？春风和煦，她眉眼太过好看，竟让我有些心跳失速。不过你若知道我是谁，恐怕就恨不得收回今日的话了。我皱眉询问：那你告诉我你是谁？他没说话，望进我的眼，面上淡淡的笑意转化成了我看不懂的诗意。我等了几息，催促道：你说呀。他这才缓缓开口：在下萧伯言。仿若一颗雷在脑海炸开，我身子为之一僵。黄九子萧伯言，正是。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黄九子萧伯言，母亲是苗疆女子燕飞，15年前亲手策划了震惊朝野的巫蛊之祸，害死了无数人。后来燕飞获罪，成了罪妇，被处死。萧伯言被厌弃，也成了罪人，10岁就被外放到燕门，虽然没被贬为庶人，但至今未有封号和封地。他看见我的反应，轻嘲道：吓到了，你想必也知道我是个罪人，若嫁了我，你可就是罪妇了。是的，嫁了他就是罪妇，一生无宁。江家百年望族，到我这一代就剩我一个独苗苗，我完了，江家的荣耀也就断了。我咬了咬唇，什么罪人不罪人的，你别灰心，或许哪日皇恩浩荡，这事儿就翻篇了呢。我也没。他笑了一下，眼睛里折着细碎的光，像一把碎冰碴子。你怕什么？他垂眸开口。放心，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玩笑话，并未放在心上。他这样说，我反而良心不安了。听梅对我挥了挥手，小声说：不要在这儿待太久，姜慈月要回来了。我看了看萧伯言，一转头跑掉了。到了人堆里，我努力忘掉刚才发生的事，跟众人打了个招呼。京城各家小姐都认得我，只是因为我不爱社交，
江慈月又跟他们走得近，天天装小白花，哭诉我欺负他，所以大家对我的态度都淡淡的。说了些客套话后，牵头人提议大家都把自己做的纸鸢拿出来赛一赛。江慈月第一个跑回马车，骄傲地把箱子搬了出来。慈月，看你这么宝贝，这次必定是下了功夫的。那是自然。各家小姐纷纷打开箱子，展示自己做的纸鸢。轮到江慈月时，她抱着箱子不开，却看向我。姐姐最是心灵手巧，做的东西无人不赞。今日你在这里，我怎么敢第一个开箱？姐姐，不如你先把你的纸鸢拿出来，让我们看一看吧。她明知道我没做，却往我身上引火是吧？我没做，不会做，我是来看你们玩的。人群一阵哄笑，不少人露出鄙夷的神色来。可惜了，我活了2辈子的人，哪还在乎什么脸皮，一点也不觉得丢人。既然如此，慈月，你就开箱，让我们看看吧。所有人都看向他，江慈月蹲下去，骄傲地打开箱子，却在看到里面情形的一瞬间，脸色煞白，满箱碎屑。他的纸鸢现在只剩残片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想象中的一鸣惊人。江慈月乱了阵脚，眼泪线一般滚落。我的纸鸢，我的纸鸢被人毁了。他抽泣着，抱着碎片，像个被人偷了糖的小孩子，看了一圈，他目光停留在我身上。是你，一定是你弄坏了我的纸鸢，你凭什么冤枉人？你亲眼看见我弄坏的了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这可说不好，万一你的纸鸢是马车颠坏的呢？亦或自己想不开，莫名其妙就碎了，你又没看见它怎么坏的，可别血口喷人。我捏着帕子扇扇风，欣赏别人的作品去了。江慈月没了纸鸢，沦为陪衬，只能不甘心地看着别家小姐出风头。怪了，没看见太子，也没看见萧伯言。这次春游，男女是分开的，女子在西左，男子在西右。这会儿，他们正玩这些投壶一类的游戏。我坐在草地上，无聊地度过了一个上午。午餐时，大家坐在一处。江慈月不知道跟人说了什么，他傍上的那几个小姐，竟要为他伸张正义，讨伐于我。他们都有点才情，一个接一个地写了诗，念与众人听，大抵都是些讽刺我刻薄善妒的酸诗罢了。我冷眼看他们演了半天戏，拿过笔说道：“既然大伙诗兴大发，那我也写首诗应应景吧。”所有人都看笑话似的看着我，直到我写完，站起来，把诗贴在了树上。只见上面写着：“一群丑八婆，嘴臭事又多，脑子比猪蠢，才华没几个。”江风渊，有人气得跳了脚，指着我的鼻子质问：“你骂谁呢？”石头打狗，被砸的叫得最凶。谁带入了？我骂的就是谁呗。那人更气急败坏了：“你简直粗鄙无礼，还能骂出点什么好听点的来吗？你们的猪脑子里语言就这么匮乏，怪不得能跟江慈月这种人走到一起，一个个生得跟榆木疙瘩似的，骂人都骂不痛快，给狗读点书，骂的都比你们好听些。”我这几句实在是惹了众怒，跟江慈月相好的几位小姐气得面红耳赤，伸手就来扯我头花。江风渊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我哪有怕的，揪着他们几个胡抓乱打了一通。原本这次春游男女是分开的，现在好了，他们几个跟我打架，叫得跟杀猪一样。一时间，对面的男儿全都站起来看热闹了。我打得正起劲时，忽然听见了太子的声音：“住手！”萧燕声音不大，却极富威慑。那几个小姐闻声，都急忙松了手，惊恐的行礼：“太子殿下！”萧燕不知什么时候来的，看见我们打架，黑着脸走过来，眼神落在我们一个个的脸上。这个架打得酣畅淋漓，围殴我的几个女子脸都被抓破了，发髻也散了，灰头土脸的，煞是好看。被萧燕这么一看，他们后知后觉地羞惭起来，捂住脸，不敢让人瞧了。江风渊众目睽睽之下，像泼妇一样跟人厮打，你还有没有廉耻心了？过来！不是这么多人打架，他凭什么骂我？我气结，一动不动。他直接走上前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几乎拖着我进了林子。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！萧燕松了手，气愤地说道：“江风渊，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，不知检点，今日闹得沸沸扬扬，就不怕丢人吗？”我气笑了，丢人？我丢什么人？我的名声反正早就坏了，打个架还能坏到哪里去？倒是他们可都是些大家闺秀，是名声如命，今日被我打成那样，往后余生都要被人笑话，才是真的丢死人了。你还很得意？当然得意，谁在乎谁就输了，我又不亏，我为什么不能得意？你真是无可救药，就你这样，谁敢娶你？你管得着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噎住，随后又道：“皇后是你姨母，宫勉强也算是你表哥，怎么管不着？”我冷笑：“不劳表哥费心，我祖母已经准备把我许给林家的一个哥哥了，过几日就要来我府上一亲。林家哥哥为人最是宽和，才不会因为这种小事介怀呢。”他愣住了，好一会儿，才不敢相信地问我：“你上个月才信誓旦旦说非我不嫁，这个月又要跟别人一亲了？”我没了耐心，殿下，这事早就翻篇了。上回在宫里我就跟您说过了，我不喜欢您，不想再在您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他指着我怒骂：“你真是水性杨花！”我朝他翻了个白眼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啊，对，您说的都对。我的脸脏了，不玩了，气鼓鼓地走向马车。听梅急忙来迎我，快到时，一只手忽然拉住我的袖子，猛地将我拉到了树后。我惊了一惊，看清那张脸时，急忙抬手遮面。遮什么？早就看见了。
我这才犹犹豫豫地放下手，问他：“你方才去哪儿了？我这半天都没看见你。”我不喜热闹，一直在僻静处待着。不喜热闹又干吗？要到这儿来？太子有命，不得不从。居然是萧燕叫他来的。他们两兄弟感情很好吗？正想着，他忽然从怀里掏出一枚小瓷瓶，递了过来。他笑着开口：“这是上好的金疮药，我常年带在身上的，你当伤口洗一洗，擦一点。常年带在身上，是不是因为经常受伤？他在雁门那种苦寒之地，肯定是打打杀杀拼过来的吧？”我接过小瓷瓶，捏在手里，有些难为情。你都看见我欺负人，看见我打架了，你不嫌弃我伤风败俗，自轻自贱吗？他竟笑了。我为何要嫌弃你？京城所谓的名门闺秀、高门贵子最是虚伪，我看你打他们反而觉得畅快。莫名其妙地，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，骄横玩笑道：“那你既看见我打架了，怎么也不来帮我？”说完我就后悔了，他又不是我什么人，凭什么帮我？我不该开这种玩笑的。萧伯言却没什么反应，只道：“我原想着你若打不过，我再出手帮忙的，谁知你竟厉害得很。”他说完，笑着看了我一会儿，又道：“快去洗洗伤口，擦药吧。你过几日就要议亲了，挂着彩恐怕不妥。”定亲啊！他听见我和萧燕说话了。我急忙解释：“议什么亲？我瞎说来的。其实人家只是来京城考试，我俩都没见过面，八字都没一撇呢。我那么说，还不是因为太子说我嫁不出去？怎么会嫁不出去呢？何况女人的价值又不在于有没有男人要，你不必理会她。谢谢你人真好。”除了我祖母，她是唯一一个这么说的人。远处，萧燕不知道怎么走了过来，看见我们，大声喊道：“伯言！”我吓得腿抖了一下。萧伯言向他瞧去，不卑不亢地拱手行礼道：“太子殿下。”萧燕看了我一眼，一脸嫌恶：“伯言，你怎么跟他在一处？”萧伯言看了看我，垂眸：“臣不慎踩到了江家小姐的裙裾，正在赔礼。”我点点头。萧燕松了口气，道：“赔什么礼？多半是他自己不注意，反赖上你。你别跟他站在一处了，过来，我有话好多要同你说。”是。萧伯言点点头，向我示意了一下，迈步向萧燕走去。狗太子！我暗暗白了他一眼，拉着听梅回家去了。回家后，我担心江慈月要去向我爹哭惨，于是没有处理脸上的伤，恶人先告状，先找到我爹，哭了一场。江慈月回来时，我正捂着脸，哭得哀哀切切。我爹看着他，没好气地问：“你今日为何联合外人欺辱你姐姐？”江慈月懵了，急忙解释：“我没有联合外人欺负她，是姐姐撕坏了我的纸鸢在先，别家小姐看不下去，才说了她几句，说了几句就把脸说成这样了。”我爹气得脸都红了，你看看你姐姐被打成什么样了，你教她以后怎么做人？还有，你说她撕坏你的纸鸢，可有凭证？江慈月支支吾吾，说不上来，索性破罐子破摔道：“今日就她一个人没做纸鸢，分明是嫉妒我。”江于是在一旁都快急死了，使了半天颜色，江慈月都没有理他，最后只好自己上场。老爷，你消消气，今日咱们谁也没跟着去，都不知道实情。慈月从来都是软弱的性子，你知道的，他怎么可能欺负阿渊呢？当然，我想阿渊也不至于污蔑慈月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京城各家小姐向来嫉妒咱们家阿渊和慈月，是他们在中间挑拨也未可知啊。这个江于氏真是巧舌如簧，我爹若听了他的话，恐怕反而会觉得江慈月天真可怜，被人利用了呢。我有点着急，才要开口，却听见门口一声怒喝：“好个受人挑拨！依我看，是居心不良，是狐狸尾巴藏不住了，是祖母。”我扭头看去，只见祖母横眉冷眼瞅着江于氏母女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受了什么挑拨，能让人把我的阿渊打成这样？你女儿隔岸观火，干干净净，我的阿渊脸都叫人打破了，就算有误会，也没见过这么打自家人的。我看你们是根本没把自己当江家的人。”这一句话太重，江于氏吓得直接跪了下来。母亲，慈月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我不管她有没有这个意思。从今日起，江慈月直到出嫁那日都不许再迈出她的小院一步，如有违逆，就滚出江家吧。江于是吓住了，泪如雨落，急忙看向我爹。我爹愣了一愣，连忙来扶祖母。母亲，这是不是太……怎么，你要为他们求情？你到底还知不知道哪个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我爹被祖母一瞪，瞬间没了底气，连连道：“不敢不敢，母亲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而绝不多言。”祖母冷哼一声，转到我面前，心疼地查看我的伤口。阿渊，你疼不疼？其实不疼了，但我真的好喜欢祖母心疼我的样子，于是挤了2滴泪，可怜巴巴地点头。疼，哎呦，小可怜。祖母，这就叫郎中来给你看。他擦擦我额上的泥，又道：“你吃了亏，怎么不先来找祖母，倒来找你爹呢？他又不疼你。”我爹一下就不高兴了。母亲，您这话说的，我是他亲爹，我怎么会不疼他？祖母懒得与他多说，冷眼道：“还不找郎中去？”是。我爹看了看祖母，委委屈屈地跑出去找郎中了。我吸了吸鼻子，钻进了祖母怀里。
上一世我与祖母离心，和爹爹反目，很久都没有被温柔对待过了。自这日以后，江子月再没出来恶心过我，我也开始有些着急了。时间过得太快，到秋后，蛮族就要冲破雁门，直入京城。我必须在那之前想法子让全家人搬走，或者让朝廷加强雁门的守卫。上一世大概就是萧伯言离开雁门后，那里防守变弱，才给了蛮族机会。可是萧伯言外放10年，好不容易回京，大概也不想再回雁门。那还有谁能去呢？头疼。林家哥哥不知道是路上耽搁了还是怎么，迟迟未到。半月后，我的生辰到了。生辰嘛，自然是吃好喝好睡好。那日我用完午膳，正躺在秋千上酣睡，听梅便跑了进来，说宫里来了消息，说是太子殿下要来恭贺您的生辰，叫您准备准备，迎接一下。我很不高兴，那个狗太子来做什么？多半是皇后叫他来的，真是扰人好倔，没什么好准备的，来了再说。我闭上眼睡下，再醒来时天都要黑了。我揉揉眼睛，捶捶腰，往前听走。听梅慌忙迎上来，小姐，您可算醒了，太子殿下都等了您几个时辰了，茶都喝了2壶了。我一愣，那你怎么不叫我？殿下不让叫，说等您自己醒。哦，那就不怪我了。我慢悠悠地走到前厅，看见萧燕打了个呵欠，哟，殿下来了。萧燕放下茶杯，面色不愉，眼里有隐忍不发的怒气，终于醒了。江风渊，你明知道姑要来，还一直睡大觉。我有些无语，您又没叫我，您但凡差个人来叫我起床，我也就起来了。何况我哪知道他会在这儿等我这么久呢？萧燕闻言更气了，脸都青了。桌上有一个漂亮盒子，我伸手拿了起来。这是什么？我打开盒子看，发现是一套首饰，都是最新的式样，最好的材料，镶着红蓝宝石，很精美，好漂亮啊！给我的。我欢欢喜喜地取了一只簪子，戴在头上臭美。萧燕闷闷不乐道：“这是母后特意给你打的一套首饰，就当做生辰礼物了。”我叹气，原来是皇后娘娘送的。皇后娘娘真好，我还以为是殿下送我的呢。她看着我转圈自赏，面色缓了缓，手伸进胸口，道：“姑爷给你。”我凉凉开口，不过我猜殿下也没工夫为我准备礼物，就算准备了，我也不想要。我摘下簪子，撇了撇嘴，一抬眸，发现他的脸又黑了。咦，殿下，你手伸进怀里做什么？他瞪着我，没好气道：“痒，挠一挠。”萧燕离开我这里，便去同我父亲说话了。他们2个同在朝做事，大约谈的都是些正事。他前脚刚走，后脚祖母便来寻我了。他抓着我的手，喜上眉梢：“阿渊，林家哥哥进京了，你快去接一接他。”我愣了愣，叫管家去接不行吗？祖母嗔怪道：“那怎么行？林家与我们世代交好，须得主人家去接，才不失礼。我一把年纪走不动了，你爹爹又正忙，你去不是正好？得了吧，祖母，你这算盘打得，匈奴人都听见了，不就是想让我趁机和林家哥哥接触吗？我又不傻，不去，我不去，我才要跑。”祖母便黑了脸：“阿渊，我最近是不是太纵着你了？救命！我是真怕他动真格，血脉压制啊！我期期爱爱，不愿去。”祖母厉色道：“难道我还会害你不成？快点，你林家哥哥马车快进城了，你去候着。”我拗不过，只好上了马车去接人了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街上卖油的、卖果子的挤挤攘攘，热闹非凡。马车在其中艰难穿行着，快到南大门时，我忽然听见前方一阵骚乱，紧接着一声尖叫刺破了繁华：“抓刺客！抓刺客！”周边尖叫连连，乱成了一锅粥。听梅急忙掀开车帘，道：“小姐，快出来！”然而马受了惊，他竟被撂了下去。我惊慌失措，死死攀住窗沿，却还是被甩得晕头转向，五脏六腑都被晃得疼。就在我以为自己今天要完蛋了的时候，外头忽然传来几声利落的驯马声，马车竟然缓缓停下了，车帘突然被人掀开。“你没事吧？”熟悉的声音响起。我抬眼望去，萧伯言俯身于我身前，如神明降世，我差点一下哭出来。我干呕了一把。萧伯言扶着我，也没躲，像是不怕我吐在他身上。缓过来后，我问他：“怎么是你？”我眼睛通红，开口道：“我从城外回来，恰好撞见城中大乱，车马狂奔，远远看见是你的马车便来了。”我摇头笑笑，看见是我的马车才出手。倘若不是我，你就不管了。他淡笑一下，理所当然地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不相干的人，我为何要管？”我一时愕然。也不知是他的冷漠惊到了我，还是惊异于在他心里我竟是与他相干值得出手去救的人。那上一次在城外，我也算是误打误撞，让他为我破例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居然有一点点开心。车帘再一次被猛地掀开，听梅黄急的声音响起：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九殿下。萧伯言没有封号，听梅大概也不知道该叫什么，干脆叫了九殿下。他看了一眼听梅，将我扶起，问道：“你这么晚出门，准备做什么去？”我一愣，他看着我，等着。我只好支支吾吾地告诉他，
我去接一位远房表哥，本来只是糊弄，没想到他把我之前随口说的话记得清清楚楚。挑眉道：莫非是那要和你一亲的林家哥哥？你家里人叫你来接他，想必对他很满意，很希望你们能在一起。也没有，我不愿去的，是我祖母一定要我去不可。他点了点头，一屁股坐在了我旁边。我陪你去，眼下城南有些乱，你自己去不安全，我陪着不会出岔子。那我怎么跟人说？就说我是你的家奴。那多不好意思，家奴感觉涩涩的。听梅坐在了外面，马车重新出动，到了南大门等候。我下了车，一边张望一边怅然。祖母一定很喜欢这个林家哥哥，这两世他都想让我嫁他。我若遂了他的意，他定会高兴。况且林家哥哥后来成了朝廷重臣，想来想去，他都是个完美的夫婿。只是不知怎么的，我心里乱，一点也不期待见到他。难道是因为萧伯言？我被自己的念头吓到了，急忙扇扇风，想把脸上的燥热扇退。不到半盏茶的功夫，南门进来了一个带仆从的年轻郎君。他身着素衣，气质干净，长得颇为俊俏。看见听梅手里举着的江子小帆，便径直朝我们走来。在下幽州林金羽，请问几位可是平安侯府上的人？我忙迎上前，端正的扶了扶身。林表哥，我是江风渊，是祖母遣我来接你的。林金羽十分不好意思，脸都红了。原来是表妹，今晚是表妹的生辰，居然还劳烦表妹前来接应，林某实在是受之有愧。我摇头，没事，祖母也是心疼林表哥旅途劳顿，怕怠慢了你，才叫我来的。林表哥，你的马车呢？林金羽一时有点窘迫，我并无马车。我想起来了，林金羽现在还是个穷书生啊，他是一路走过来的。我也窘迫了，我就驾了一辆车出来。祖母也没提醒我，不过他怎么会提醒我？他巴不得我俩同乘一车，他的算盘打得倒是很好。我做了个请的动作，那你，他紧跟着开口，算了，咱们走着回去吧。我出来京城也想走一走，看一看。我点头，那好。这个林金羽还是个挺随和的人。走了2步，他尴尴尬尬的和我讲话，问了一遍听梅的名字，马夫的名字跟他们都见过礼，最后又问萧伯言的名字。萧伯言神态自如，躬了躬身，道：在下吴小江，是小姐的书童。吴大哥有礼。林金羽拜过萧伯言，看着他，遗憾感叹道：我看吴大哥气度不凡，做个书童实在是屈才了。萧伯言淡笑，不屈才，能留在小姐身边是吴某之幸。我听着这话，一下子竟有点脸红心跳。林金羽点了点头，再不说什么，气氛又尴尬了起来。难不成真要跟他一路回家里去，被祖母强行凑成一对吗？我偷眼瞧了瞧紧跟着我的萧伯言，心里不是滋味。可惜他现在还是罪臣，就算我愿意，江家上上下下也不会答应的。我真的对这个林金羽没有感觉，也真的不愿强行跟他凑合。眼下离家越来越近，真进去了就更难办了，我烦得手心都湿了。正琢磨怎么委婉告诉林金羽不要打我的主意时，林金羽却忽然停了下来。江表妹，他看着我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又有些犹豫。怎么了？这一刻我真怕他突然说他是来求娶我的，可是他竟朝我拜了一拜。江表妹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应当直言。他咬咬牙说，来京之前，平安侯府已经透露了想让我求娶你的意思，可是林金羽自觉配不上江表妹，而且我已有了意中人。我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他说什么？他不喜欢我。林金羽以为我很难过，一边向我道歉，一边表决心。我自知对不住江表妹，可是我也不能辜负我的意中人。她虽然家贫，又是个小哑巴，可在我眼里，她就是最好最好的女子，哪怕给我公主、仙女，我都不换。我此生除了她，谁都不娶。她爱着一个小哑巴，她不娶我，我怎么会怪她呢？我感激她还来不及。我喜不自胜，朝林金羽拜了一拜。林表哥，你的心意我已知晓，我敬重你，也支持你，我会和祖母好好谈谈，绝不会勉强你的。林金羽惊喜地看着我道：多谢江表妹，江表妹你善解人意，一定会觅得好郎君的。侯府我就不进去了，江表妹就此别过啊。对了，江表妹生辰极乐。多谢。林表哥慢走。林金羽又深拜了一下，这才带着老仆迈着雀跃的小步伐走了。那个小哑巴真是好福气，我忽的有些鼻酸，转头看着萧伯言，他满眼堆笑。怎么回事？该不会是我太晦气，搅了你的大好婚事吧？哼，赔钱？钱没有，赔你一点别的东西。萧伯言望向河道所在的方向，打了个响指，一瞬间，轰隆隆几声巨响，巨大的烟花炸开，璀璨夺目，遮蔽了半个天空。
街道上传来一阵阵的惊呼。萧伯言笑盈盈地看着我，眼睛里像撒了一把星星。江风渊生辰极乐。我这下是真哭了。我抽噎着问他：你什么时候弄的？在南门时，听林经理说今晚是你的生辰，我便偷偷叫人去准备了。这他妈也太偷偷了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谢谢你，萧伯言。听梅吓坏了，毕竟一个闺阁小姐跟一个男人搂搂抱抱还是很出格的。小姐，使不得。他急忙把我扯下来，烟花足足燃了一盏茶的时间，引得本来睡下了的人都跑出来观看了。这么大的手笔，萧伯言肯定钱都花光了。天空熄灭后，晚风一阵，硝烟被带走，一切归于平静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回去吧，我恋恋不舍的。正要回去，不远处跑过一队羽林军，我停住问萧伯言：南门的刺客还没抓到？他点了点头。我询问：那刺客是什么人啊？他眉心蹙起，具体身份尚未可知，不过据目击者说，可能是蛮族。蛮族！我突然兴奋了。萧伯言看向我，有点疑惑：你好像很高兴。当然高兴了。我忘记了遮掩，嘴巴一块道：朝廷安逸了10几年，早就不防备蛮族了，有了这个引子，朝廷也许就会重视起来，加强雁门的防守了。他更疑惑了，跟雁门有什么关系？我愣住，一下清醒了过来。糟糕，我在说什么呢？我支支吾吾了半天，编了个理由。我做梦见雁门被蛮族冲破，军队直抵京城，死伤无数，就因为做了个梦。是啊，毕竟这是我的家国。我懵懵点头，然后又试探着问萧伯言：你为什么不愿意再回雁门呀？镇守雁门，守护家园。他打断了我，目光冰冷：这里不是我的家园，这片国土不值得我守护。我愣了愣，忽然明白，燕飞的死一定对他造成了无法治愈的伤害，他对整个国家都没有感情的。他有他的想法，我也不必强迫什么。我忍不住追问：那你以后去哪里？苗疆回我母妃的故土。天色昏昏，孤鸟嘶鸣，京城静下来了。他要回苗疆啊？我有些失落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好吧，我回家了。我朝他挥挥手，跑向了家门。到家已经很晚了。离奇的是，萧燕居然还没走。他站在大门口，跟我家护卫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什么。很明显，他这是被送客送到这里，却不肯走。我家护卫口水都说干了，已经不想理他了。看见我，萧燕眼睛一亮，随后朝我身后看了看。回来了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我不解，殿下什么意思？他冷笑了一下，道：不是说你去接你那个邻家表哥了吗？接到了吗？跟邻家表哥谈得如何？亲事成了吗？这都让他知道了。他赖在我家这么久没走，不会就是等我看我笑话吧？这狗东西！我翻翻白眼，没好气道：邻家表哥不想来，人家要回乡去取意中人。萧燕一愣，喜上眉梢：你看吧，我就说，就你这脾气，没人会喜欢的。高兴个什么劲？这狗太子就是见不得我好。我正要骂他，忽然听见一声温温软软的声音：殿下。小姑娘走过来，最近天热，民女切了西瓜，殿下尝尝吧。我一愣，江慈月不是不准她出小院了吗？她这是怕自己被随便嫁掉，慌不择路了。不吃。萧燕嬉皮笑脸地瞅着我，喋喋不休道：江风渊，这下你可怎么办？没人要你了？要不孤可怜可怜你。殿下，这瓜特别甜，您吃一口吧。玉手托着瓜递到了萧燕面前，萧燕脸上的笑一下就消失了。她阴恻恻地转过去，问他：你是何人？民女是平安侯的次孙女江慈月。江慈月，平安侯只有一个孙女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江慈月一怔，一下有些手足无措。民女。男人皱眉，没眼力见的东西，姑的好心情都叫你毁了。江风渊，管好你家的人。他看了看我，气愤地走了。怪了，他这一世不喜欢江慈月了。我微微俯身送别他，这才厉色看向江慈月：谁叫你出来的？丢人现眼。江慈月满目玄泪，屈辱不言。江于是跑了出来，假惺惺地责骂道：慈月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快跟娘回去，这江家有恶鬼，会吃人的。我自然听得出来他指桑骂槐，只是懒得搭理，自顾自地走了。到祖母屋里回话时，他正在梳头，我爹侍候在一旁。哎呀，阿渊，你们回来了，怎么不提早通传一声？你看看我像什么样？我急忙把他按下。祖母，林家哥哥有事不来了。怎么就不来了呢？肯定是有要紧的事才不来的。您别担心。那你觉得林家哥哥如何？我故作娇羞。甚好。祖母，我与林家哥哥要慢慢相处，以后我们两个见面说话就是，您可别再插手。祖母拍拍掌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好好好。我没有立刻告诉他实情，在今日之前，祖母已经给林经理施过压，逼他娶我了。
我若告诉他林惊羽心上有人，以他的作风，硬生生拆散他们都说不准。不如先瞒着，等林惊羽考完试，回乡娶了那小哑巴，再和祖母说开。我爹忽然问道：阿渊，你进来时看见太子了吗？我与他无话可说，送客送了3次，他都磨磨蹭蹭不想走，我只好把他撂在门口了。竟还有这种事，我忍不住笑笑。他走啦，大概是喜欢咱家门口的海棠花，想多瞧几眼吧。太子今日可真是奇怪。说话间，一名护卫跑了进来，通报道：老爷，方才南门闹刺客已经抓住了，司礼让您跟着去一块审呢。我爹大惊，什么刺客？具体还不知道，不过据说像是蛮族。怪了，蛮族已经10几年未曾骚扰过我朝，怎么这一回竟闹进京城了？我暗喜，不如正好趁此时机跟爹说说，让他建议朝廷加强对蛮族的防备。只是不等我说，祖母早已经看到这一层了。蛮族销声匿迹多年，突然出现，恐怕最近要有大动作了。吾儿，你明日上朝，务必恳请皇上警惕些，扩充军队，以防蛮族入侵。不愧是征战多年的女侯爵，眼光就是敏锐。我爹笑道：是，母亲不必忧心，您就是不说，孩儿也会上谏的。祖母点了点头，朝臣众多，我能想到，他们也能想到。你去吧。我爹拜了拜，才连夜审问去了。我爹并没能赶上审问刺客，那几个人入了天牢没多久就咬毒自杀了。虽然没撬出什么消息，但好歹确定了他们是蛮族，引起了朝廷的注意。朝中有些人开始建议扩充兵马，加强雁门的防守了。虽然也只是些小动作，但是有总比没有好。这真得感谢那几个刺客。不过我也有些疑惑，上一世也有蛮族刺客入京大闹吗？若有，朝廷为何一点反应也没有呢？想来想去，又觉得上一世朝廷或许也有所应对，只是我满脑子只想当太子妃，并没有在意这些事罢了。兵马扩充了半个月，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统帅。我朝安逸了这么多年，大多数人早就忘记怎么打仗了。我爹最近很头疼，我也跟着头疼。向来对外面的人不关心，这些日子也开始打听谁家儿郎比较凶猛，谁家儿郎有出息，想要去接触，说服他们守雁门去了。这件事竟传到了萧燕耳朵里。我回家的路上，他拉住我，气愤地问我怎么到处勾搭野男人。我懒得跟他吵这种小架，捂上耳朵就跑了。过了没几日，皇后寿宴，在宫中大摆筵席，邀请了我们一家。我觉得这是个机会，虽然近些日朝廷有一点动作，但也只有一点，并没有太重视。皇上如今看起来已经不信神鬼之说，其实骨子里是很在意的，不然当年燕飞巫蛊之祸也不至于闹得那么大。我这次能进宫，不如就编点故事，夸张渲染一番，皇上或许会听进去。到了寿宴那日，我精心打扮一番，随祖母一道进了宫。这次受邀的可不止我们一家，朝中2品以上官员的家眷几乎都到了。我想皇后大概也有趁此机会为萧燕选太子妃的意思。开宴前，我坐在前面，背后传来别家女眷低低的议论声，那便是江风渊。我听说他平日最是嚣张跋扈，无法无天的，前些日子还当众打人呢。我皱了皱眉，听到那些人的对话。是啊，你才知道他可喜欢欺负人了。如今他可是闻名京城的恶女，你记得江慈月吗？好些天未见他出门了，说不定早就被江风渊给杀掉了。好可怕！听说他最近在议亲呢，谁家要是娶了他，可就倒大霉了。真离谱，大概是那几个被我打过的小姐造的谣。看来我这恶女的名声是传开了。我叹了口气，低头吃果子。一旁的祖母突然按住我的手：阿渊，别在意旁人说什么。她望着我，满目慈柔。他们怎么想都不重要，祖母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就够了。就算没人肯娶你，也有祖母永远疼你。我愣了愣，世人皆以我为污浊，却还有一人信我，做我后盾，何其幸运！我弯唇微笑，将泪光隐去。约莫半盏茶后，帝后来了。众人一道恭祝过皇后千秋大吉后，便开始饮酒作乐，以及轮流叫各家的女儿出席，展示才艺。我往前望了一圈，没有看见萧伯言，忽地反应过来，以他的身份，大概来不了这种地方。倒是萧燕闲得很，坐在帝后下手，闷闷地喝酒，才艺一点没看，目光总是频频朝我投来。我一度担忧他要整我，但他没有。喝了足足2壶酒后，他就不见了。我水果吃多了，过了一会儿，有些内急，便离了席，出宫去了。行至花园小径，忽然听见了萧燕的声音，醉醺醺的，似乎很是愤懑。别拦，姑还能喝。殿下，您回去歇会儿吧，这副样子出去，怕是不得体。姑是太子，谁敢说姑不得体？他今夜连看都没有看姑一眼，
你敢信？姑非得问问他不可。问谁呀？正呐喊，这两人已经撞到我脸上来了。江风渊，萧燕看见我，踉跄着过来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。你跑出来做什么？我内急，要出宫来的，你快放开我。出宫？为什么要出宫？姑不许你走，才待了1个时辰不到，你就要走？你就这么不想见到姑？我不知道发什么疯，使劲掰他的手。你说什么呢？赶紧松开我！他一把将我拉到怀里，疯狗一样狠狠咬上我的肩头。不准走！你不准走！姑是太子，你怎么能忤逆姑的意思？跟着来的太监吓坏了，急忙阻止，却被他一脚踹开。滚！违令者死！他死死拽着我的手，将我往假山里拖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我吓坏了，惊声尖叫，却被他按在假山石上，撕烂了外衣。他低头想要吻我，毫不顾忌我拼死挣扎，我如何都挣不开，哭了起来。求求你放开我吧，萧燕，你别碰我。你凭什么拒绝姑？是你说此生非姑不嫁，转头弃姑而去，你凭什么？是姑曾经对你是不好，可那是因为姑以为你是母后安排的奸细，姑现在知道你不是了。江风渊，你为什么就突然不喜欢姑了？你疯了！放开，放开！我嘶声哭喊，他却变本加厉，一口咬破了我的唇，恶心，恶心死了！外面的太监不敢过来，我绝望至极，手突然摸到了一块石头，我咬了咬牙，大不了同归于尽，死过一次了，我还怕什么？我抬手正要拼个鱼死网破，太子却突然受了当头一棒，滑倒在地，眼泪滚落，眼前的景象清晰起来。萧伯言，他脱下外衣，将我裹住，扶着我离开，声音轻颤。是我，宫里有专门为女眷更衣准备的屋子。他面色难看，驱散旁人，将我带了进去。你在此处候着，我去叫你家的丫鬟来给你送衣裳。我慌张地拉住他。萧伯言，太子没事吧？你伤了他，他们会不会治你的罪？他没回，显然他也不知道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你有难。这不是答案，这才不是答案呢。我抓住他的手臂，望着他，一字一顿。萧伯言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他面色平静，双拳握紧了，随后自胸腔里发出淡淡的一声，果真如此，果真如此。我真不知道此刻我该不该高兴。你喜欢我什么呀？你没听外面人说吗？我可是天下最恶毒刻薄的女子了。我听到了。我跟你讲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真的很坏，还喜欢欺负人。他瞧着我，轻轻一笑。我就喜欢你欺负人的样子。我愕然，忙道，你这是变态，这是畸形的爱。我很认真地告诉他，你喜欢那是因为我没欺负到你头上。他张开双手，那你来欺负我。我嘴角一抽，有病吧？他笑了，就当我有病吧。而后他忽又问道，你前些日为何搜集了那么多男子的信息，又约他们茶楼相叙，是在为自己择婿吗？才不是呢。我急忙解释，我是想寻一些有能力有志气的儿郎，劝说他们去守雁门。他愣了愣，守雁门，这是朝廷该操心的事，与你何干？雁门乃是京城门户，一旦失守，家国都不复存在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默了片刻，他才道，看来这件事对你很重要。我立马点头，当然了，这里是我的家啊。说完，我又有些悔，我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他对这里只有憎恨。萧伯言笑笑，没再说什么，只道进去吧，便关了门。约莫一盏茶的时间后，听梅和祖母都赶了过来，皇后也在随后赶到，姿势体大，并未惊扰太多人。这件事被秘密处理掉了，太子失德，被关进了东宫思过。萧伯言虽救我有功，但以下犯上，伤了太子，被杖了20棍，待能走动了，就必须离京，再不许回来。我回府后的第2天，萧燕清醒了，人虽出不了东宫，却送了信来，信上言辞恳恳切切，悔意满纸，说昨日是他不对，他错了，请求我原谅。信上还说他行为虽鲁莽，可说的话都是真心的。我没再往下看，点火烧了。即便没有上一世所受的委屈，他昨日行径我也无法原谅。这件事发生后半个月，萧伯言离京了，皇上厌他，命他尽快回他的苗疆。他走的那天早上，我偷偷去南城门送他，却没有看见他。我问守城的士兵，别人才告诉我，皇九子萧伯言从北城门走了。为什么走北门？去苗疆不是从南门出？苗疆？士兵挠挠头，不是说去雁门吗？我怔了一瞬，急忙拔腿奔向北城门，跑得肺都要炸开。
终于追上将将出城的马队。萧伯言骑在马上，带着随从，走在最前面。我狂跑上去，挤开人群，扒住他的马。萧伯言，他惊了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结结巴巴道，他们说你要去雁门。他握紧了缰绳，是。我追了上去。你不是要回苗疆吗？是不是他们强迫你的？他摇头，没有，是我自己请求皇上让我去镇守雁门的。我忍不住追问为什么。他的手握紧了缰绳，垂望着我，眼底柔软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，因为这里还有一个人值得我守护。为了这个人，我愿意重回雁门。我怔住了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江枫渊，你要好好的，平平安安，开开心心的活下去。他不再看我，勒紧缰绳，打马而去。萧伯言，我在尘土里追着越来越小的人影，嘶喊着，你到了要给我来信，你别把我忘了。无人回应，黄沙漫天，我终于再也看不见他了。回到家后，祖母震怒，阿渊，你去送那罪臣做什么？你这样做会给江家惹来多少猜疑？你知不知道？我静静听着训斥，等到祖母说累了，才伏地磕头。祖母，阿渊知错了，请祖母罚阿渊吧。又来，我罚你做什么？祖母落了泪，走下来，将我抱在怀里。阿渊，江家只你一个独苗苗，你还有祖母，怎么疼你呢？我骂你也好，训你也好，都是为着你的前途，你怎么就不听祖母的？我靠在他怀里，喃喃道，我知道啊，祖母，我全知道。祖母眼神心疼，你若知道，就听祖母的话，一切由祖母安排就是，你安稳度过一生，不好吗？好，我点点头，抱住了祖母。我决定乖乖听祖母的话，再也不惹她生气，接受她的安排。这天过后，祖母又开始张罗起了我的婚事。我不知道她是在哪里见到了林惊羽，得知了她要回乡去娶小哑巴的事，一转头又来找我质问。我扑通就给他跪下了，只要我跪得够快，他就来不及生气。您别为难人家林惊羽了，他有心上人，祖母换一个吧。他这回只是叹了半天的气，就放过我了。头疼半天，决定从别家再挑个好儿郎出来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居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北方的信，信封上的署名是吴小江。一瞬间，我便明白，这是萧伯言怕信被人劫去，才用了化名。我打开信封，里面掉出来几只我从未见过的花花草草，还带着香。信里面，萧伯言给我细细描述了雁门是什么样的，雁门人吃什么，穿什么，平日里爱干什么。信的最后，他还祝我觅得好郎君，将来成婚，寄一坛酒给他。我没想到他真的会寄信给我，抱着一把纸，哭了半天，然后赶紧回信，嘱咐让他常来信，然后托人偷偷递了出去。他收到了，后来竟真的常常写信来，关于他每日吃了什么，见了什么，事无巨细都写给我。让我在平静枯燥的京城里有了盼头，也有了牵挂。这样平静的日子，到了10月就被打破了，因为蛮族突袭雁门了。我不知道具体战况，只听说一夜间死伤无数，而皇上决定舍弃雁门，迁都南下。这便意味着雁门从此以后将陷入前有敌军，后无援手的绝境。我疯了一样的往家里跑，想问我爹是不是真的。到家时，所有人都在收拾东西了。阿渊，急死祖母了，你跑哪里去了？快收拾东西，咱们日落前就要走了。祖母，朝廷当真要南下？祖母叹了口气，朝廷安逸了几十年，太久没有打过仗，会打仗的人没几个了，谁也没有信心。南方山水纵横，易守难攻，为了保住更多人，为今之计，只有迁都南下了。我急了，那雁门呢？雁门的人呢？他们怎么办？祖母湿了眼眶，不说话了。我爹叹道，他们为国而死，乃是无上光荣，会被永世铭记的。谁要这光荣啊？我要他们活着！我哭喊着，从未有过的勇气涌入。我向外冲去。阿渊，你去哪？你该不会要去寻那罪臣吧？阿渊，祖母为了追我，差点摔倒。我回头看他，哭着给他磕了个头。祖母，原谅阿渊，这次又不听话了。我起身要跑，被护卫拦住，干脆抽刀抵在喉头，再上前一步，我便自刎于此。阿渊，放下，你这是要祖母的命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为我重返雁门，我若南下，余生都不得安宁。没人赶上前，我夺了一匹马，直奔雁门。我日夜奔袭，中途换了好几匹马，才终于在10日后抵达雁门。马停了，我也倒了下去，艰难喘息，几乎死掉。小兵上前查看，不敢放我入城，我只能抓住他的裤脚求他。
你告诉萧伯言，江枫渊求见。小兵急忙跑进去，一炷香过后，城门打开，一身血腥味的将军向我奔来。他双手颤抖，将我抱起，是惊喜，却又恼怒。江枫渊，你来干什么？你好好跟他们南下就是，你跑到这里干什么？我咬着牙，眼泪一颗一颗连着往下掉。萧伯言，我来跟你一起死，谁要你跟我一起死了？你若不肯，我现在就死。江枫渊，你叫我拿你怎么办？他抱紧我，滚烫的泪珠子落进我颈窝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来对了。雁门防守形势严峻，半月前的一仗后元气大伤，却根本没有时间休整。萧伯言带我去了关口，士兵们正在修补城墙，而数里之外就是密密麻麻的敌军帐篷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力量对比如此悬殊，雁门大概真的会守不住。可是我不怕，起码这一世我就算死了也不冤。这天晚上我睡萧伯言的房间，天气已经冷了。洗过澡后，我瑟瑟发抖，钻进了被窝。萧伯言进来后，盔甲都没有脱，便坐在了在床边的地上。你不上来，乖乖睡你的觉。我不。我伸脚蹬了蹬他，学上一世姜子月烘萧燕的样子，撒起了娇。伯言哥哥，冷，不睡不暖。萧伯言轻轻叹了口气，却还是不看我，起身要走。那我去给你弄一盆炭火来。别，炭火金贵，多可惜。伯言哥哥，你看这床这么大，刚好能睡2个人呢。他耳朵瞬间红了，喉结动了动，强忍着没有回头。阿渊，你不要再惹我了，我怕我会做出什么来。做出什么？我只身前来，本就已经打算将身家性命全部托付于你了。萧伯言，你当真不懂？他倏地睁了眼，回头看着我，目光如兽。你不怕将来后悔？我的将来就是你的将来。萧伯言，你不是让我欺负你吗？来，让我欺负欺负。阿渊，你真是个妖精。他目光游离在我唇上，终于忍不住低头吻了下来。后面的事自然不必说了。再后来，我换上了小兵的衣裳，在城中帮忙。蛮族几乎每天都会发起攻势，但每一次都被我们扛住了。直到11月中旬，蛮族的一个1000人部队跋山涉水，绕开关口，杀到了我们后方，切断了我们唯一的补给路线。雁门终于成了一座孤城。萧伯言仍旧拼死抵抗，只要雁门不破，蛮族的大部队就不能南下，关内百姓便多转移一些。他曾经说，后面的国土不值得他守护，可现在他让我安心。他说他会为我守到最后一刻，直至喋血城下。11月底，时尽粮绝，我们真的守不住了。我饿得两眼发黑，在城墙角昏了过去。我想，我大抵是要死了。混沌中，脑海里却突然响一个声音：江枫渊，醒醒，醒过来，别就这么死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。江枫渊，醒过来，别死，你能重生。是有人在帝君座下悔过10年，用自己往后10辈子的福气换来的。别死，谁换的？我猛地惊醒，那声音却消失了。再细想，我竟记不得那是男人的声音还是女人的声音。用往后10辈子的福气换我重生，谁会那么做？刚才那是幻听吧？说悔过10年，难道那人有愧于我？我脑海里竟浮现出太子的脸来。不会是他的，他怎会后悔呢？晦气，大概只是临死前的梦。我不再想，爬上城楼去找萧伯言，与他坐在地上相依偎着，又熬过了一夜。第2日是真的熬不动了，眼看蛮族再一次向我们要发起进攻，他的手已经快没力气了，握住剑时抖得很厉害。好在这一次我们并非要去杀敌，而是自枪，为了不落在蛮族手里受辱。后悔吗？不悔。他笑着亲了亲我的额头。阿渊，此生能与你共赴死，是我之幸。他抬手，剑抵喉头，我亦拾起短剑，与他共赴黄泉。残阳如血，脚声震天，我与他相视一笑，闭上眼。就在这关键时候，后方竟突然传来小兵的呼喊：将军，援军到了，援军到了！我与萧伯言猛睁开眼，一时不敢相信，急忙看向后方，尘烟漫天，远处成千上万的骑兵向关口奔袭而来。来了！我和萧伯言急忙冲下城楼，前去迎接。骑兵渐近，我看见领头的是一威风凛凛的白衣将军。我双眼发昏，看不清人脸，直到那白衣将军嘶声呼喊道：阿渊，阿渊，祖母！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踉跄着向他迎去。他翻身下马，向我冲来。他脸上溅满鲜血，几乎辨不清容颜，只有热泪冲刷出2道白痕。他将我抱住，泣不成声。阿渊，祖母来了，你怎么瘦的只剩一把骨头了？都怪祖母没能早些筹齐兵马，让我的阿渊受苦了。祖母，真的是你！祖母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年迈体弱，怎么受得住这般折腾？祖母闻言挺直了几倍，手中长枪一震。我是老了，可你是不是忘了我是谁？我是驱蛮族于千里外的女侯爵，就算老的只剩一把骨头，也还能战。他不再多言，一把将我推给萧伯言，照顾好我孙女，而后翻身上马，喝道：开城门，迎敌！杀声震天，金戈铁马，耳畔过黄沙里。祖母长枪直入，所向披靡。
这一仗打了足足一整天，祖母带着人再一次将蛮族驱逐至数百里之外。我听闻敌军中有老兵，瞧见祖母，不敢相信她竟是传闻中的女将军，以为鬼神降世，吓得弃械而逃。30多年前，女将军怒屠蛮族，被奉为神话，而今日神话又一次降临在了雁门。雁门保住了，京城也保住了。这一战过后，原先迁走的百姓又陆陆续续回了京城，自然朝廷也迁回来了。只是蛮族仍有余孽，所以萧伯言不能走，往后他便要永远留在雁门镇守了。祖母一战一场，旧伤复发，也走不了。加之我执意要留在雁门和萧伯言在一起，他便更走不了了。他原本极力反对我和萧伯言在一起，但后来萧伯言在他门口跪了3天，求他把我许给他，祖母才终于动容，不再反对了。后来他又见萧伯言对我的确很好，才放了心。他决定亲自为我们操办婚事。至于他自己，他说就不回京城了。我的夫君埋在了雁门，将来我死了也埋在这里就好。春节前，皇帝颁布了一道圣旨，嘉奖萧伯言，他再不是罪人之身，被封为燕王，10亿5千户。嫁他之前，我本已做好当罪妇的打算，结果竟成了王妃。圣旨颁布没多久，我爹就带着听媒赶来了雁门，不知发生了什么。我爹头发白了，一副老脸丢尽了的样子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我那好继妹姜慈月，怕嫁不了好人家，便暗中勾搭贤王世子，爬了人家的床，如今被贤王纳入府中，却连个侧妃都不是，只是个通房。贤王非跋扈，3天2头打压他不说，还常常去江府找我爹的麻烦，让他把这丢人现眼的东西领回去。我爹受不了，便干脆跑到雁门躲清静来了。我有些唏嘘，姜慈月真是一点都没变。上一世他爬萧燕的床，做了个风光侧妃，这一世运气可就没那么好了。我在春日办了成亲礼，那日我收到了几车好酒，是萧燕亲自送来的。他知道我不想见他，便没有进门，独自在城中小楼里喝了一夜的酒。第2天未有道别，快马加鞭回了京城。成婚第2年，我有了身孕，那时候祖母的身体愈发不好，一度只能卧在床上了。她自觉时日无多，从得知我怀孕那天起，便开始缝小娃娃的衣服。不知道男孩女孩，她就都缝，没日没夜的做，堆了一屋子，怎么劝也劝不动。这年春天，祖母油尽灯枯，没能等到重孙降世，便撑不住了。我哭着给她喂水，却一滴也喂不进去。祖母，求你了，好起来吧，你还没抱到重孙呢。眼泪落到祖母脸上，她攥紧了手中的针线，唇动了动，竟发出微弱的声音来：阿渊，娃娃的衣裳，祖母缝不动了啊，你自己缝，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。他又望向萧伯言，燕王照顾好他，我在泉下会一直看着的。萧伯言双目通红，跪了下来，握住他的手说：祖母放心，我定会护好他，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。祖母笑了笑，她枯槁的手抚过我的面颊，一滴泪自眼角落下。阿渊，祖母要走了，上一世祖母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走在了前头，这一世祖母看到你幸福平安，就很满足，很满足了。我凝脂片瞬，疯了一样抓住他的手，问他：祖母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祖母。他的意识已经不再清醒，声音断断续续，热泪滚下。阿渊，祖母亲眼看见你跳了城楼，祖母心都要碎了呀。阿渊，你要好好。他吐出最后一口气，再没了声息。我终于知道是谁唤我重生，可是他却再也不会醒来了。雁门再无女将军，只有春无尽。